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华泽子苑医生所著的《精神科医生教您的治病情绪控制术》这本书。为什么有些人的病总是不好，而有些人却容易康复？身体不舒服的人和健康的人到底有什么不同？要改善疾病和身体不适，具体应该怎么做？这些答案都写在了这本书里。本书非常适合那些精神疾病久治不愈、身体疾病迟迟未愈，或者正在照顾患病家人的人来阅读，能从中得到帮助疾病康复的重要提示。当然，哪怕您现在没有生病，但容易被焦虑、恐惧、愤怒等负面情绪所左右，也非常推荐学会情绪管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项能力。特别是像现在这样不安定、情况恶劣的时代，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光是能掌控好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们就能活得轻松些，远离疾病，积极向前，愉快生活。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那些总是治不好病的人的危险特征；第二，让不适合疾病迅速消失的2个最强治疗法。首先是第一部分，那些总是治不好病的人的危险特征。作者说，他经常收到一些人的咨询，我明明已经去医院好几年了，可病还是不好。实际上，确实有人几个月就能完全康复，也有人花了好几年都不见好转。也就是说，世上确实存在着容易治好的和总是治不好的，容易康复的和不容易康复的人。那这2者到底差别在哪里？作者在常年行医的过程中，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只要弄清楚容易生病和容易治愈的人各自的特点和原因，就能让病人更快、更轻松地好起来。经过了将近30年的精神科行医生涯，作者终于得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病越是治不好的人，越是在和病对抗。作者说，那些特别拼命、特别执着于治病的人，反而并不容易好。无论如何，一定要治好，必须把这个病治好才行。每天都在为疾病所苦，一整天脑子里都是病，连一点放松的时间都没有。作者劝这样的人稍微放松一下肩膀吧，因为越是拼命想要治好，病反而越不好。而这种和疾病对抗的态度，本身会让压力倍增，最终变成了病情久治不愈的最大原因。其实要治好您那些一直治不好的不适合疾病，方法很简单，不要和病对抗。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作者经过将近30年精神科临床总结出的结论。而且不仅仅是和病对抗，那些治不好病的人往往还有一个共同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特别是负面情绪。作者说，他常常能在那些病不好的人发来的邮件里，发现一个明显的共通之处，里面经常充满了对医生、医院、家人、公司等等的不满和抱怨，竟是些负能量的话，几乎没有一句积极正面的内容。整个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焦虑。这些人无法掌控自己的负面情绪，而相反，如果能掌控好自己的负面情绪，并且不再和病对抗，我们的身体其实自然就会逐渐好起来。为什么和病对抗反而让病情恶化呢？原因是人一旦进入对抗状态，短期内肾上腺髓质会分泌肾上腺素，长期下来，肾上腺皮质会分泌皮质醇等压力激素。肾上腺素短时间内确实能作为应对压力的防御激素，提升身体机能，让人进入战斗状态。但如果这种状态持续时间太长，或者一天里反复好几次，就会严重透支身体机能。这其实也很容易理解。所谓的战斗状态，本来只是短暂性的状态，它是为了在压力这种敌人来袭时，像火场时爆发的超长力量一样，迅速做出反应而设定的机制。因此，如果频繁或持续地处于战斗状态，身体就会积累各种损伤。想象一下，身体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应该不难理解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例如，若长时间处于战斗状态，或在一天中反复多次进入战斗状态，心跳和血压就会持续升高，导致血管收缩，
血流不畅，全身细胞无法顺利获得营养。此外，肾上腺素会让血小板活性增强，血液更容易凝固，形成所谓血液粘稠的状态。如果每天多次分泌肾上腺素，血管老化的速度就会加快，患上心肌梗塞、脑卒中等重大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肾上腺素主要在焦虑、恐惧、愤怒、兴奋、战斗等情绪出现时分泌，因此不断战斗对身体并不是好事。如果持续与疾病战斗，肾上腺素就会不断分泌，进而对心血管系统造成各种副作用，反而会让疾病恶化。此外，长期处于战斗状态，还会导致自主神经紊乱。我们的身体白天是交感神经处于主导状态，夜晚则切换为副交感神经处于主导状态。交感神经又叫白天神经，让我们白天保持活力、专注、精力充沛。但如果交感神经长时间持续工作，就没有恢复的时间，我们的身体就会变得疲惫不堪。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激活副交感神经来平衡，让它在夜晚帮助我们恢复体力、修复细胞、放松身心。换句话说，健康生活的关键就是夜晚要平稳压制交感神经，让副交感神经好好发挥作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疾病就很难康复。但那些整天与疾病作战的人，总是处于战斗状态，交感神经长期处于主导状态，就算到了晚上，交感神经依旧处于兴奋状态，导致难以入眠，进而引发失眠。相信大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白天遇到烦心事，晚上就满脑子乱糟糟，怎么也睡不着。这就是因为不安、恐惧、愤怒这些情绪会促使肾上腺素分泌，让交感神经持续处于主导状态。所以，如果在睡前想到疾病的事，感到不安或烦恼，身体就会进入交感神经处于主导状态，副交感神经便无法好好发挥作用。而肾上腺素是战斗激素，会让大脑异常兴奋，头脑清醒，神经紧绷，当然就无法好好入睡了。所以，睡前如果总是胡思乱想不安的事，就容易发展成失眠，而失眠会严重危害健康。数据显示，失眠会让癌症风险增加6倍，脑卒中风险增加4倍，心肌梗塞风险增加3倍，高血压风险增加2倍，糖尿病风险增加3倍。因此，那些持续与疾病战斗、背负巨大压力的人，也在无形中增加了上述疾病的风险。我们的身体虽然可以承受短期的压力，但即使是小小的压力，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也会超出身体承受的极限。长期、慢性、持续性的压力，最终必然会侵蚀我们的身心。当压力长期持续，体内就会过度分泌一种叫皮质醇的激素，结果是夜间血糖和血压升高，导致身体无法获得应有的休息。而且皮质醇还有抑制免疫力的作用，因此长期压力会让我们的免疫力下降。如果皮质醇水平过高，还会引发高血压、糖尿病、感染等问题。对于本就身患疾病的人来说，也会成为疾病无法康复的原因。那么到这里应该能理解，为什么作者主张与病魔战斗反而是让病情恶化的最大原因。很多人听到这可能会说，确实挺有道理的。我也明白了，与疾病死磕其实是反效果。但接着就会想，那到底要怎样做，才能做到不与病魔战斗呢？接下来作者就会介绍5个不战斗的方法。实践这5个不战斗，就是改善疾病、预防疾病的方法。无论是现在正在生病的人，还是身体容易疲劳、睡眠不好、经常感到虚弱、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或者是希望将来不生病的人，只要把这5个不战斗记在心上，生活状况都会有很大改善。那么这5个不战斗到底是什么呢？1. 不与疾病对抗。2. 不与医生对抗。3. 不与自己对抗。4. 不与药物对抗。5. 不执着于必须彻底治愈。我将按照这个顺序，逐条轻松地为大家解说一下，因为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么首先来讲，第一个，不与疾病对抗。即使您拼命治疗，但越是努力，病情反而越可能恶化。这是因为您在与疾病对抗。如前所说，越是战斗，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分泌越多，对身体产生各种害处，压力增加，免疫力和自愈能力下降，病情反而变得更严重。既然如此，就不应该与疾病对抗，而是肯定并接纳有病的自己，去接受它。很多人可能会把疾病当成敌人，但其实疾病并不是您的敌人。身体疾病其实也是一种黄色信号，疾病就是在提醒您，如果再过度透支身体，就会出大事，赶紧休息一下吧。如果没有这种求救信号，人很可能在不知道自己已到极限时过劳而死。所以疾病其实是保护我们身体的安全装置，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伙伴。二，不与医生对抗。在患者当中，也有不少人会和医生对着干。这位医生不靠谱，不理解我，就跑去别的医院，或者拼命寻找更好的医生，但频繁换医院，检查和诊断都要从头再来，只会耽误治疗的时间。而且如果总是盯着医生的缺点，无论多优秀的医生，您都无法信任，治疗效果也无法体现。而且现在，不论哪家医院，诊断标准和治疗指南都是统一的，医院和医生之间在诊断和治疗方法上的差异也并不大。三，不与自己对抗。很多生病的患者会开始和自己作对，要是早点去医院就好了，说不定就能早点治好。都是因为我拼命工作，才搞到生病，别人都好好的，偏偏我体质这么差，真讨厌这样的自己。这种自我谴责的情绪，对健康非常不利。自责不仅本身就是极大的压力，加在疾病带来的压力上，更容易让病情恶化。持续自责还容易导致抑郁状态，严重影响治疗进程。所以，请停止自责，不要责备自己，而是改变行动。过去的事就放下，从现在开始，调整自己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建立健康规律的生活习惯就行了。持续攻击自己、折磨自己的精神，必然让病情恶化。您真正该做的，不是责怪自己，而是宽恕自己，停止与自己对抗，这样您的内心会一下子轻松很多，病情也能迅速好转。四，不与药物对抗。很多患者对药物都有负面印象，当然能不靠药物治疗，自己恢复是最理想的情况。但现实中，病情严重到如果不吃药就无法缓解的情况，也是客观存在的。有些人确实离不开药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药物抱有负面印象，药效也会因此减弱。其实，药物在您相信它有效的时候，效果会更好。当您一边想着这药是有效的，这药有意义，一边服用，它的药效就更容易发挥出来。这个现象就叫安慰剂效应。事实上，实验已经证明，单纯是觉得药会有效的服药，药效就会有所提升。所以，如果确实需要服药，就请带着这药肯定能帮到我的心态来服用。需要药物的人，千万不能对药物抱有负面印象，或者把药物当成敌人来抗拒。五，不执着于必须彻底治愈。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地追求完全治愈。所谓完全治愈，就是希望能回到生病前完全健康的状态。但是即使接受了最好的治疗，能够100%恢复原状的情况其实并不多。举个例子，假设把没有任何痛苦的状态定为100分，病人一开始只有10分，经过3个月治疗提升到了30分。这时候，患者可能会觉得都治了3个月了，怎么还没好啊？产生不满。但其实从10分提升到30分，已经是明显的改善了。这时候看待问题的方式就非常重要。如果能换个心态，才3个月就好这么多啊，对病情的焦虑就会减轻，对自己也会更有信心。同时，改善生活习惯的动力也会随之提升，免疫力和自愈力也会慢慢增强，病情自然会从30分进步到40分、50分，逐渐好转。
可如果总是想着为什么还不好，什么时候才能好，不安和恐惧就会变成压力，压垮自愈力，最终陷入越治不好、越焦虑、越治不好的恶性循环。因此，不要把完全治好作为目标，应该是以比现在好一点为目标，这样病情就会稳步好转。其实这不仅仅适用于治病，放在生活中的任何事也是一样。那些总是追求100分完美主义的人，即使达到80分、90分，也还是觉得不够，始终无法满足，压力堆积，活得很辛苦。重要的是要能满足于比昨天的自己更好，然后对自己说：我做到了吗？再继续保持动力，一点一点去进步。只要每天哪怕一点点，从今天到明天，从明天到后天，慢慢成长就好。接下来是第2部分，让不适和疾病迅速消失的2个最强治疗法。1. 接受不适和疾病，消除不安，寻求他人帮助。2. 通过感恩的语言获得治愈的能量。第一个，接受不适和疾病，消除不安。首先，医生说，因为不接受自己的疾病，所以才会产生不安。许多被诊断为病人的患者，往往无法立刻接受这个事实。他们会想：我怎么可能得病？或者是假的？他们否认自己生病了。这种不愿接受现实的心理叫做否认。否认是一种面对自己不想接受的现实感到不安或恐惧时会产生的心理防御机制，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基本心理反应，通常在短期内表现为否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会慢慢接受现实，但是这个过程因人而异，有些人几天就能接受，有些人则可能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最长的可能需要1年以上。在生病的情况下，如果否认情绪很强烈，就无法开始治疗，因为患者认为自己没有生病，所以不会去医院，也不会服药。因此，治愈的第一步就是要克服这种否认。另外，我们的身体拥有自愈力，可以治愈轻微的病症。当我们想要真正治愈病症时，提高自愈力非常关键。为此，我们需要去除那些降低自愈力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就是由疾病引发的心理压力，例如不安和恐惧。心理压力是降低自愈力的主要原因，它会对自愈力产生抑制作用。更严重的是，很多心理压力正是因为否认病情而产生的。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自己得病了，心理上就会产生不安和恐惧，这种心理压力进一步削弱了自愈力，导致病情无法好转。因此，首先我们要接受自己的病情，接受自己身体的变化，只有这样，治愈的过程才会开始。但是有很多人会因为强烈的不安而否认自己的病情，比如听到自己得了抑郁症或者癌症这样的诊断，往往会受到极大的冲击，产生强烈的不安和恐惧。这时候，眼前的现实很难接受。要想接受病情，首先需要去消除不安。而消除不安的关键是信任、时间和信息，这3者是解决不安的关键。首先，消除不安的第一步是建立信任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与医生建立信任关系。如果您认为治病是医生的责任，病情就很难治愈。患者与医生的信任关系需要双方共同构建。如果患者对治疗失去信心，医生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建立有效的信任关系。因此，患者必须积极配合治疗，和医生一起努力。但是，信任关系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为了建立一定的信任关系，您需要至少与医生见面3次。仅仅1次就觉得医生不合适或者治疗方式不合适就停止治疗是非常可惜的。时间信任关系的建立需要时间，最起码需要3次见面，才能建立起一定的信任。如果要更换医院，也可以等见面3次之后再做决定。信息，除了时间，还需要收集信息，消除不安。了解信息非常重要。事实上，90%以上的担忧是不会发生的。我们的脑袋往往会过度估计未来的担忧和不安，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考虑未来而感到不安和沮丧。
实际上完全是多虑，因为您担心的事情通常并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应该在事情发生后再去烦恼，这样人类的90%的烦恼就会消失。即使这样说了，也许有些人会觉得不安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消失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强烈建议您去收集信息，通过收集方法，能够让您感到安心。例如，如果您现在在看病，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应该向医生提问。总之，遇到不懂的事情，要积极向周围的人提问。此外，收集信息时，通过通读一本有关自己疾病的书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第二个，通过感恩的语言获得治愈疾病的能量。作者说，感恩可以治愈疾病，感恩的言辞会给我们带来治愈疾病的能量。很多自我提升类书籍也常常提到，要感恩，要说感恩的言辞。实际上，感恩的效果并非什么玄学，而是经过科学证明的。近年来，随着科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感恩的人不容易生病，寿命较长，疾病恢复较快。当我们怀有感恩之心时，大脑会分泌内啡肽，内啡肽能够阻断疼痛信号。据说内啡肽的镇痛效果是吗啡的6.5倍。内啡肽不仅能疗愈我们的心灵，也能疗愈我们的身体。此外，感恩还能促使催产素的分泌。催产素分泌后，能增强人际关系的亲近感和信任感，减少压力，带来幸福感，降低血压，改善心脏功能，促进长寿等。催产素对于治疗疾病和减轻焦虑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帮助我们消除不安，带来安心感。因此，通过感恩的行为，我们的大脑会分泌像内啡肽和催产素等有益健康的激素，带来多种健康效应。感恩真的可以使我们变得健康，疾病恢复得更快，所以大家要多多感恩。比如写下每天感恩他人的3件事，或者自己定一个规则，每天3次说谢谢。同样珍惜家人，保持良好的社会联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实际口头表达感谢，向重要的人传达感恩的心情，这也是非常有效的做法。大家不妨试试看。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